开学时，大家忙着做新生健康检查，有好多的项目要做。其中一项是缴交尿液给医院做检验。狐狸猫负责将班上同学的尿液试管架拿回健康中心。在途中，他看了看这些试管，发现每一管的尿液颜色都不太一样，有的透明无色，有的是深浅不一的黄色。狐狸猫忙着观察试管内的颜色，走着走着，差点就跌倒了。他看着试管，心里想：好险有盖盖子，不然像刚刚那样的晃动，一定会有很多尿液洒出来。不但害同学没办法做尿液筛检，还会弄得自己满身尿液，变得跟厕所一样臭臭的。此时，狐狸猫想到，为什么尿会是臭臭的呢？他歪着头，困惑地问着麦麦：尿液中臭臭的味道是怎么来的？把尿液试管送去健康中心之后，狐狸猫和麦麦迫不及待地回到教室问老师：老师，为什么尿液会有臭臭的味道啊？这节刚好是生物课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找答案吧。人体每天摄取的食物都会经过消化、吸收，进入细胞，之后则会透过代谢作用产生能量，提供给细胞使用，同时还会产生许多的代谢废物。生物体将细胞内代谢作用所产生的废物排出体外的这个过程，我们称为排泄作用。前面在消化系统的单元中有介绍到，动物吃下含有蛋白质、糖类和脂质等大分子的食物之后，消化系统中的酵素会将这些养分分解为氨基酸、葡萄糖等小分子，之后在小肠绒毛吸收，最后由血液循环系统送至全身每个细胞，提供细胞利用。生物体将代谢废物排出体外的过程，我们称为 A. 代谢作用 B. 排泄作用 C. 消化作用。正确答案是 B。 代谢作用是指生物为了获得养分，合成或分解身体所需重要的物质，然后产生生物生存所需能量的过程。消化作用为将大分子食物分解为小分子养分，以利吸收的过程。而蛋白质在动物体内代谢后，除了产生二氧化碳和水这些废物外，还会产生含氮废物。含氮废物或多或少都有毒性，必须排出体外。动物体处理含氮废物的方式不止一种哦，不同的动物体有不同的方式。今天我们要介绍3种含氮废物和排出体外的方式。第一种含氮废物是氨，毒性很强，必须迅速排出体外。由于氨具有易溶于水的特性，所以大部分小型水生生物和单细胞生物，例如水螅和草履虫，或是多数鱼类的鳃，它们都是直接利用扩散作用将氨排到水中，这是最直接的方式。第二种含氮废物是尿酸，鸟类与昆虫类会将氨转换为毒性最小的尿酸。因为尿酸不溶于水，所以鸟类和昆虫的尿酸会混合在粪便中一起排出。第三种含氮废物是尿素，像大部分的哺乳动物会将氨送到肝脏中，转换为毒性居中的尿素，再经由血液送到肾脏形成尿液后排出体外。而尿素就是我们尿液发臭的原因，尿液中尿素的含量就会影响尿液颜色的深浅哦。狐狸猫好奇地提出一个想法：那人体排便也是一种排泄作用咯？其实不是哦，粪便的组成主要是无法消化吸收的食物残渣，由肛门排出去的，不是代谢的废物哦。所以排便不是排泄作用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下列关于动物体排除含氮废物的方式，哪一项是正确的？ A. 鱼类大多以鳃将尿素排至水中。 B. 蝴蝶会将氨转化成尿素的形式排出。 C. 鸟类将尿酸混于粪便中排出体外。 D. 长颈鹿的氨在细胞中产生，然后在肾脏转换成毒性较低的尿酸。正确答案是 C。 鱼类是利用鱼鳃将氨排放至水中，
因为氨具有易溶于水的特性。蝴蝶是昆虫类，因此是将氨转换为尿酸，然后混合在粪便中排出体外。长颈鹿的细胞产生的代谢废物氨，是在肝脏转换成毒性较低的尿素的。一旁的李黎在脑中思索着，人体是怎么进行排泄作用的呢？好奇的李黎开口问了问老师，老师回答：李黎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哦。人体会产生多种不同的代谢废物，不同种类的代谢废物会以不同的方式排出。例如，二氧化碳主要是从肺部透过呼吸作用排出体外。人体多余的水分可以在肾脏形成尿液后排出体外，或是经由排汗、呼气时排出。也就是说肺脏、皮肤和肾脏三者都是排泄器官，其中肾脏可以排出多余的盐类、多余的水分和尿素，是泌尿系统的重要器官哦。李黎接着问：泌尿系统，泌尿系统又是什么啊？人体的泌尿系统由肾脏、输尿管、膀胱及尿道所组成，能够形成尿液并排出体外。肾脏可以不断过滤流经的血液，回收血液里面有用的物质，剩余无法再利用的尿素和多余的水分与盐类，则形成尿液。输尿管连接肾脏和膀胱的管道，将肾脏形成的尿液送到膀胱。膀胱是具有弹性的囊袋，像水库一样可以蓄水的器官，能暂时储存尿液。尿道是将膀胱所储存的尿液排出体外的通道。一次认识这么多器官，为了避免大家搞混，我们来练习一下，确定大家都学会咯。狐狸猫的尿液筛检报告出来之后，报告单上面显示狐狸猫的尿中有蛋白质。根据判断，狐狸猫最有可能是哪个器官出现问题呢？ A. 肾脏 B. 肝脏 C. 膀胱 D. 输尿管。正确答案是 A。尿液里出现蛋白质，表示肾脏的功能不完全，没有确实的将可以利用的物质回收，反而将它和代谢废物混在一起。说到这边，我们统整一下：一、排泄作用是指生物体将代谢废物排出体外的过程；二、不同种类的代谢废物会以不同的方式排出；三、生物体将蛋白质代谢后会产生氨，氨对细胞有毒，因此必须将其排出体外。水中小生物经由扩散作用将氨直接排到水中。昆虫与鸟类可将氨转变成毒性最小的尿酸，然后混合在粪便中排出体外。哺乳类的肝脏可以将氨转变为毒性较小的尿素，再由血液带到肾脏形成尿液，经由泌尿系统将尿液排出体外。4. 泌尿系统所包含的器官有肾脏、输尿管、膀胱和尿道。血液将尿素带至肾脏后，血液中的尿素、多余的盐类和水分会形成尿液，再由输尿管导入膀胱，最后从尿道排出体外。谈了那么多，同学们也可以想想看，台湾有许多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的病患，这些病患需要定期到医院，使用机器将身体里的血液抽出后，重新净化，再输回体内。那是身体里的肾脏有什么功能出了问题，使得这些病患需要依靠机器才能正常生活呢？欢迎同学去寻找答案，留言在下方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